大家好，老房整修呢，重拉电线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是水电这种作业呢，还是让专业的来会比较好了。但是在夏天时呢，更是时常得排上很长的时间很幸运的，因为时常下雨呢，大型工地不好施工，才方便赶紧插入工程。而一过来，很意外的看到这些干草就知道后续又有更多的事情得做了。由于有朋友也想整修自己老家啦，就把可能遇到的琐事一起记录下来。这侧的屋檐下方是由杉木打造的，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仍留有通风口而刚才的那些杂草呢，就是麻雀咬进去轻钢架的隔层不知道这些事就算了知道了不清理总觉得怪怪的，而要进行清理就又要多花不少的时间了。如果屋檐下方是采用旧式竹子搭设的结构呢，竹子会密密麻麻的铺设就比较不会发生麻雀筑草的现象。思考清理与后续处理的方法时呢，就只能先转移阵地从厨房做起。由于已经有电了就先来开箱厨房因为这内部比较暗过往踩进的时候呢，总觉得地上有特别的东西内部久没有使用的原因呢，布满灰尘之外意外发现更内部的位置还有一间浴室只是很奇怪呢，浴室却没有门这如果没有往上问呢，根本不知道这间的用途出乎意料的答案呢，原来这间是洗菜间专门拿来洗菜用的。而这水泥墙的墙面呢，竟然被叮咬得坑坑洞洞水可滴时呢，墙壁被壁虎叮成这样也就不奇怪了。而原本以为地上会踩到易碎的塑胶既然是福寿螺的壳主要原因是排水管离河道太近了，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呢，只知道进来却不知道出去接下来先检查一下哪些设备还可以使用这抽油烟机一开下去排烟管就像烘稻机一样一堆细沙或是小石头一直往外排而瓦斯炉看起来也算堪用还蛮容易点火只是出火口需要做点清理进行初步清理时呢，地方的民意代表们很有先见的提供很大的资源初步简单刷洗后呢，就变得干净明亮许多了。由于这里面有3个排水口简单打扫后直接拉水管清洗加快了许多流理台的排水管呢，则可以自行重新更换另外，抽油烟机与瓦斯炉的修整则跟观众朋友一样先观看一下影片该如何进行清洗与整理自己清理的原则呢，就是别去动到机械的结构只需要让抽油烟机可以运转顺利就好了。毕竟时常遇到一种状况老旧的设备呢，不拆卸更换零件还可以堪用当拆卸过后呢，就很容易衍生更多的问题开启抽油烟机直接喷洒清洁除油剂时呢，油污并没有往下滴只是排烟管一直有沙粒往外喷的感觉这样边喷边运转的效果呢，风扇后来转起来就可以顺畅许多了，暂时算是省下一笔费用。在让抽油烟机持续运转的同时呢，就继续拆卸瓦斯炉了。由于这瓦斯炉虽然可以点火但有些区域的出火口塞住了，拆卸的方式还蛮容易的原先这会有螺丝锁起来，但只要有拆卸过呢，通常就让弹簧卡住而已所以只要轻压就可以拆卸下来了。
拆卸下来后，简单就可以倒出内部的积碳跟铁屑。这清理的方式呢，也可以到军用品社买通枪条啊。不过购买时呢，最好顺道说一下是要清理瓦斯炉啦，避免被误会是要改造枪支哈。当然省事一点呢，也可以使用粗铁丝啊。这粗的铁丝平时是用来固定防虫网跟杂草抑制席啊，这样做简单的清理，出火口就全部顺利有火了。至于出现红火燃烧不完全的现象呢，则可以用细一点的铁丝将出火口也清理一遍了。只需要让它燃烧一段时间，火就可以转成蓝色火焰了。影片观看到目前为止呢，想要 DIY 看起来是蛮容易的，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面既然没有窗户啊，完全不通风，实在有够热清理完毕后呢，回装时这一旁有2个瓦斯出气量的控制阀，一个是控制内圈，一个外圈火势大小呢，都可以由此处轻松转动调整。这等实际点火烹煮时呢，再是需要进行调整就好了。目前可以让出火口都顺利出火，就很理想了。让设备归位后，就可以再看一下需要改善的位置。比较明显的2个位置，分别是储物柜的表面改善，这得重新贴皮，防止潮湿另一个大工程就是这道砖墙，砖墙改善花了很长的时间施作过程呢，反复观看影片才发现其中的诀窍啦，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呐。柜子贴皮防水的处理呢，就交给自告奋勇的2个国中国小生啊，也算是增加了一点生活体验至于一旁补上水泥与上漆的过程呢，就像在做一道多选题5个选项只会2-3个，该怎么办？让人迟疑要不要继续做得更完美了。毕竟已经花了不少时间然而很多时候呢，时间却是最好的解方啊。面对时间压力，就只好交卷不答了。没有增加人力，又要加速完成最好的妥协方式呢，就是把施工品质降低了，也就不继续修整，更为平整了。而下方补上的油性水泥漆呢，除了防潮之外，也方便日后可以用水清理地板了。细部修整的过程呢，就端看日后的可用时间了。谢谢收看。